古装剧里，女性的人生战场是后宫争宠，取悦男性。但真实的历史不会给他们发后宫剧本，他们的战场在市井街巷。当嫔妃们还在为今天能不能见到皇帝而忧心时，汴京街头的姐姐妹妹们早就在忙着赚取他们的第一桶金了。为什么偏偏是宋朝？这背后有一个核心逻辑：商业的繁荣。社会不再只依赖农耕与门第，而转向流动的商业交易。女性的价值不再完全依附于男性。不卷宫斗，不赌恩宠，不靠赏赐，这是宋朝职业女性的地位天花板。证据都在那人间烟火里。翻开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你能看到虹桥上独立看摊的女摊主，穿梭于市井的卖花女、卖茶妇。从服务到经营，她们展现了古代职业女性的存在感。如果说这些是起步，那曹婆婆肉饼就是当时的顶流网红店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流动摊贩，而是一家女性独资的实体店，靠着扎实的口味，让汴京全城的食客排队光顾。她分明就是一位深谙运营之道的现代餐饮创始人。其实，像曹婆婆这样的老板娘在宋朝比比皆是。有世代经营酒馆的朱娘，靠着家族传承做到街坊的老字号；盐城的周寡妇利用物流资讯差，在灰色地带赚取高利润；还有独当一面的少女，收钱算账精明干练。宋朝女性在职场中靠双手打拼真金白银。最让我敬佩的是寡妇董幼崽，她靠着精湛的织锦技术，长期垄断江南士族的高端嫁妆订单，用一根绣花针实现经济独立和阶层跨越。只要手艺出色，就能接到富商甚至官府的定制订单。技术不看家世，不看性别，只看熟练度。这是古代女性最公平、最可控的逆袭方式。而在各行各业，宋代姐姐们早就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。有拿起工具磨镜的金属加工女匠人，有自研药膏、服务覆盖官宅与青楼的陈妈妈、药铺掌柜，还有那些靠着特调配方，在高端宴会赚取高额溢价的职业调香师。宋朝女性告诉我们一个职场真理：这个世界唯有技术是带不走的资产。她们靠手艺站稳脚跟，让自己的人生从可替代变成不可或缺。宋代繁荣的经济催生了当时的女性高薪技术人才，其中最炙手可热的就是职业厨娘。大户人家办宴席，必须重金排队预约。豪门办一场寿宴，付给厨娘的酬劳高达数十贯，相当于普通农户好几年的收入。他们出行有专车接送，自备精致的私人刀具。工作讲究的是专业与排面。大户宴席不仅要美食，更讲究格调。香婆负责熏香布局，茶婆专职点茶待客。他们按场收费，溢价极高，是古代的宴会规划师。虽然在男权社会中，女性依旧面临种种束缚，但掌握专业手艺，能让他们在狭缝中争取到一份经济底气。最传奇的莫过于北宋外科医生张小娘子，她不仅医术精湛，更是商业全才，开药铺、研发膏药、广招学徒。
从行医卖药到人才培训，他一人便串联起完整的医药产业链。放到今天看，他就是妥妥的医疗集团创始人。宋朝女性在其他高阶领域也创造了专业价值，掌控资讯差的高阶牙婆，是大宋版的猎头与房产经纪，靠撮合交易赚取高额佣金，有司法认证的资深稳婆，凭专业勘验领取政府俸禄，掌握着古代医疗司法的一席之地。还有凭才学出入豪门的女塾师，以知识付费赢得高薪。这就是宋朝女性，她们凭借惊人的创造力，重塑社会的商业版图。为什么宋代女性敢大胆创业？因为她们的底气不是靠谁施舍，而是写在法律里的嫁妆自主权。有资产，有护法，有赚钱的能力，这才是大宋女性敢于奔向职场的真正秘密。她们用实力告诉全世界，古代真正的女性底气不是恩宠，而是自食其力。故事未完，下期继续。